2024年10月8号，今天晚上是我们汪府的时间哦。我们这个时间点来邀请我们的汪府。哦，汪府，你的麦克风，请。嗨，大家好。好 ，OK。嗨，大家好，各位前辈、各位长官，大家晚安。又到了我的尬聊时间。在这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首歌。记得打开你的声音哦。有位姑娘走进森林，寻找红玫瑰，寻找红玫瑰。当她遇见一位猎人，年轻又活泼，年轻又活泼。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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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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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完毕。请问有听过这首歌的，请这什么？请问哦，有听过这首歌的，请按举手。哦，好。好，我们顺便调查有谁没有在线上。好，谢谢，瞬间都举手了，除了上班偷偷上的以外。好，请放下，谢谢大家。那个大家知道这首歌是不是很奇怪？它好像有某种暗示，又好像没有。它后面就是漂亮的女生、年轻的男生相遇了，在森林里，后面就开始啦啦啦了嘛，对不对？这很奇怪。他这首歌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没有唱完？它事实上是有第二段，有第三段的。然后呢，大家一定猜到了，我今天会把这首歌丢出来，就是这首歌事实上是波兰民谣，然后它后面是18禁的。然后，我们再分享一次，请大家来听听。前面一点，好。好，我们不用全部都听完。然后呢，我想给大家听这首歌，就是大家知道那种对于童军行役这个年纪的青少年，有某种18禁的暗示的话题，会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呢，我就是从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开始来引出波兰这个话题。OK。因为我们都是服务员嘛，然后去波兰，2027要准备什么？对于我们来说，第一个就是要找团长，第二个就是要招生。那要招生呢，当然世界大陆营参加国际活动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是很多的好处，前面几集都有人讲过了，所以我就不赘述这个部分了，我就只说我们究竟是如何招生跟引发他的兴趣。那事实上，欧洲的国家对我们的小朋友来说，都是在地理课本上的名词而已，他们上没有感觉。那像东欧、西欧、南欧、北欧的差异都非常的大，这样子。那波兰事实上是个很安全而且很有趣的地方，但你这样的介绍呢，还是引不起他们兴趣。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创造一些连结。那我现在要在这个我们记事本贴一个东西，请大家一起上去看一下，请大家一起点开来。
如果您方便的话，好，请您一起点开来，然后我也做简单的画面分享。汪甫你怎么那么厉害，可以找到这种东西？没有，这种东西不是我原本就知道的，就只是我刚好在搜歌曲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了，所以我就累积把它丢进我的素材库里面。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吧，我觉得迟早会派上用场。所以大家有看到这个，这是一位网络上很有名做童军歌曲考证的伙伴哦，他应该是高雄的童军，然后他有写了很多，我要怎么按下一页？有点不会动。好，请大家自己点进那个我刚刚那个连结，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就讲，这一首歌是波兰民谣，然后它有很多的考据跟考证。OK， 那我觉得，我蛮喜欢用这种方式，就是我们平常耳熟能详，或是觉得已经再熟悉不过的东西，如果深入的去探究，你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故事。当然这首歌后面还有舞，所以我通常都会用这个来吸引小朋友说，你们知道波兰是什么样的地方吗？波兰是一个可以写出很有趣而且带有一点点颜色的童军歌曲的地方哦。大家事实上它原本不是童军歌曲啦，它只是民谣。OK， 所以刚刚这个网址就分享给大家，大家就自己看一看这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好，那我们回归到我们这一次的比较重要的主题哦。我这一次没有做简报档哦，上我有做，但我觉得第一个做的蛮丑，第二个我觉得这样蛮无聊的，所以我决定带大家一起来上网 ，OK， 因为现在的资讯真的很发达，然后我觉得很多人找不到讯息，老实说我真不知道为什么 ，OK， 但是呢没关系，我可以带大家一起来 run 一次，让大家一起可以克服这个，所以呢我接下来要贴一个网址给大家，请大家一样把它点进去。各位伙伴，我们已经到下一关喽，赶快把红莓果给关掉吧，请大家点进去了吗？好，你已经成功点进去了，请按一次赞，谢谢。好，大家有看到那个，这个是，你看这一次世界大露营的网站呢它里面就有很多的东西，然后。有伙伴举手吗？我们刚刚是点赞，举手是有问题吗？少爸，请问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的背景是不是太吵？没事，看到，可以再放大一点。哦，好 ，OK， 好，放大一点。好，请我尽量再放大一点。那请大家那个也自己点开这个网址，好，再大一点。好，这样很大，这样可以有稍微大一点吗？有。好，我们点进去呢，这我们接下来都是我对小朋友做的事情哦。好，第一键，请按下你的右键，然后翻译成中文。好，我知道有些伙伴英文很好，比我好很多，但是呢，我们透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小朋友降低对海外世界的恐惧。所以，好，大家看到2004年的12月呢，它就会有这个 HOC， 就是总团长会议，要各国国家要派来，大家仔细看，看到2005年的9月，你就要付押金了，你才会有早鸟优惠然后接着呢，它再来会有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到2026年1月要付钱了 ，OK， 因为有很多东西是总会的事情啊，但是有时候总会你如果觉得总会的步调太慢，那你就应该要。我们可以自己透过网络上有很多东西去掌握，然后大家再看到2006年的这个1月第二次付款到期是20%，然后各式各样，然后再来你看到2006年的12月底 IST 注册跟工作选择结束，事实上所以可能在2006年开始你报名的时候，你就要开始留意找工作的状况然后你看到07年的4月。要付最后40% 这样子，好，然后你看最左边它上有非常多的文件这些都是可以点进去有连结的 ，OK， 但有些比如说什么狂欢促销上它就 Jamboree 的那个 Scout Shop 啦 ，OK， 那大家
中文只是降低门槛，但是要看到完整的讯息，还是大家不要中文看一看，记得转回去要变英文账号。OK， 然后它就有很多东西，所以我推荐给大家就是第一个是这个网页，你可以随时的去掌握大陆营的官方文件跟他们目前公告的东西。那当然也不可以漏掉了这个大陆营原本的官方网站，它事实上开辟了一个我很喜欢的这个slogan， 它叫做它的那个分页叫做 Road to the Jamboree， 就是说前往大陆营之路，或是我该如何准备前往大陆营这样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一样把网址贴给大家。OK， 刚刚带大家简单的看过那个它的时间轴，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陆营的这个，请大家记得现在已经是分享的第3个网址咯，不要点错了，现在点开第3个网址。第3个网址，然后一样，你要按下这个，按下右键变成中文，你就会看到这个，有看到吗？通往狂欢之路。OK， 那这一次的大陆营看起来他们找了蛮大量的海童军活动，以及他们跟他们那个，因为大家知道那个营地在北海的岸边嘛。所以他找了很多帆船协会或他们水上运动协会来做合作，然后他也强调这个蛮有趣的，看一下下面，他说他们的这个大陆营的咨询委员啊，跟主办团队啊，就包含了那个波兰的议员和参议员，然后他还强调，你点进去看，他就想强调议员跟参议员包含各党各派共同的支持。当然，因为2023年的事情，就是因为韩国换了政府嘛，然后有一些舞弊嘛，有一些贪污嘛，然后只有不到10% 的国家预算真的用在大陆营这样之类的。所以呢，看这一次有一点去强调，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去强调说，我们是得到各党各派共同一致的支持的，就是他发的新闻稿还有这个东西。那当然讲到这个，就顺便讲一下，就是WOSON 世界童军总会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并且要寻找一位这个高阶主管来专门 handle 全世界的童军活动，不是全世界，国际性的童军活动，就包括未来的木特啊、世界会议啊等等啊。因为他们在韩国就发生说，我们虽然有很多的这个引导啊、guideline啊，但是当主办方没有照着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及早或及时的介入。OK， 那只靠原本的团队是无法的，所以他们从外部聘请了一个专案管理专长的人来担任这个 WOSON 的高阶经理人，所以来确保说未来的这些大活动、世界级的活动都会符合 WOSON 的规范，跟符合他们尽可能接近他们的期待。所以韩国这件事情是后续余波荡漾，真的还非常多哦，包括开始童军总会有一些世界童军总会有一些外包啦，或开始决定要找外部人做高阶经理人啊等等这样相关的事情。OK， 好，不过小朋友不需要知道这些，我觉得对于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说，这个网站随时会有一些消息，然后刚刚的那个网站有包括你如果要设计徽章，你要注意什么，它的是颜色的色号啦、底稿啦什么，然后使用规范啊等等。这个都就想说要给大家分享跟参考。好，那我相信大家就有疑问说，那你给我看这些好像有点太虚了。OK， 所以我要谈一下我们实际比较实务上的事情，就是我们从刚刚那个 timeline 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如果明年要缴第一期的钱，明年下半年要缴第一期的钱，那也许说实在的，真的可能明年初就要开始招生，最晚明年初或明年第一季就要开始招生。
招生完之后，你可能还会有很多组队啦等等的考量，然后再来才是有办法进到缴钱的阶段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尤其各位都是团上的主事者如果你有计划要让小朋友参加世界大露营，或是有计划要自己组队甚至组团去前往的话，这个时间应该要开始收集资料，并且如果可以的话，开始要寻找团长，像那个给大家看一下英国。好，我们现在分享第4个网址咯，这是我非常推荐的，它不是大露营官方。OK， 这一次如果你看到的话呢，请按一个爱心好了，请按一个爱心，谢谢。这是第4个网址。好，照规矩我们点过去，分享，怎么弄？好，成功。好，大家看到他们现在招这个 contingent leader，OK， 然后还有 overview、over doer， 一样，先变中文。他告诉你大概要干嘛，然后呢，英国、澳洲、美国这3个国家的网站，童军总会的网站超级推，因为他们的资料从2015开始，因为之前我没有观察，2015开始，他们很多资料都很早就提出来，而且是他们的机制是值得参考的。然后你看他就说他们现在在干嘛嘞？他们说现在在申请啊，就是他们在招募哪些人嘞？第一个是当然是他们所谓的 CMT， 然后 CMT 各个部门的 leader， 他们的 head， 然后同时他也开始招募就是分团长很早现在就开始招募分团长。你看他们在9月30号就截止了然后呢他们会很快联络你，然后叫你在11月16号的时候要到集委员来进行选拔，就是你要面试啊。然后呢，但是我们会出这一天的钱啊，你不用还有补贴一些车马费，我会招分团长。然后如果你被成为分团长的候选人的话呢，那你要在12月11号星期三，或者是12月12号星期四上网举行会议。所以你看英国他们在2024年年底就已经把所有分团长决定了。那我讲一下他们过去几次的机制，他们是举办分区露营或是郡的露营，然后全国海选，我们团报10个人去，说不定只有3个人被选上。那甚至他们有时候会出现比较竞争剧烈的状况，会是50个、60个人才选上1个人。所以他们的全部都是综合团，那他们的团长也全部都是空降。所以当然他们克服了就是说这将不是兵，兵不是将的问题，但是他们给了完全一致的训练跟装备，然后让你也没得选这样子，然后你团长也都必须要按照这些规范做事。所以他们的从事几次大陆，你就会看到他们非常的一致，他们一声令下就很快可以全部都很贯彻。像我记得我在2015的时候有一次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们全部都到达营地之后，就他们自己找一个位置，他们的 CMT 就让大家来领装备，他们的那个叫大家都是准备大背包，然后他们发行李箱，然后到了营地他们才发行李箱。你会发现将近4000人在那边排队领东西，这很神。然后全部都是英国人，但是他们很有效率的在3-4个小时内就完成这件事情了。大家想象一下，那个营地是很大，然后各分团在各个不同的分营区，然后要在那个时间领完，找到他们然后领完。所以实际上我觉得他们的纪律性是很高，所以他们有提供给他们团长很多的教育训练，而且现在很多东西都有揭露放在网络上，所以我非常的推荐。
你应该，如果你是想要成为一个团长，分团长，或是你要物色分团长的人选，你应该要来参考。哦，这是我的建议，这样子。OK， 这个网站也分享给各位。那好，我先关掉了。那像以我们团自己的状况来说呢，我们已经有2位半的服务员了，还有半个就是他还有一点犹豫，他本身很有意愿，但是他的身体状况还不是非常非常的确定，所以呢，目前我们已经有某半来说已经有3位，那我们预计要找4位，然后我们预计的组成会是2个男生2个女生，就是一定还是得有女生。OK， 然后呢，这就会牵涉到一件很残酷的问题，我没有对任何的收入或是工作类型的伙伴有任何的意见，但是就如同我们常常在请罗福帮忙的时候，你培养他成为一位服务员，然后他在大学时间非常的投入，但是一到职场上他就断掉了，就是因为他可能最菜，然后他可能租房子，然后可能工作最操劳，假最少，钱最少，然后他可能还有成家立业的问题，所以要去找一个2年半以后可以带团的人，你要确保找一个是有意愿之外，他最好还要经济上 OK， 以及他工作上 OK。很多人是他经济上 OK， 但是他工作上时间不一定跑得掉。OK， 那你硬找这种人来说，没事就没事，有事就是他临时不能去，你会超级麻烦。OK， 所以这是势必要尽量先找有意愿、有热忱，而且有钱有闲的人来当你的主事者。当然，你如果就像一个团，你在找团长，跟你在找副团长或找教练，你的需求跟资格会不太一样。但是这个我就觉得我觉得很重要，不然你会承担很大的风险跟变数。OK， 那有意愿跟他的工作形态是确定有时间的话，钱反而相对比较好解决，因为你还有2年半，所以反而有钱是比较好解，钱的问题比较好解决，但是要有闲，这个真的不容易。OK， 这个是我们自己目前的状况。那我们预计就是年底会开始招募，我们已经在开始拟了一些相关的文件跟这个。然后呢，因为我们过去有一些惨痛的经验，也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汰除的机制。汰除，大家有些伙伴就会说，人都找不满了，你们竟然还可以汰除，你们太嚣张了。并不是这样，我们宁可人找不满也不要带高风险的孩子去。高风险的孩子不是指说他的身体机能而是指说，如果他有事都不会跟团长讲的话，带他去就是抱一颗不定时炸弹在身上。像我们北极星这一次在全国大陆营也有一位伙伴，他涉嫌在网络上用比较露骨的言语去跟女伙伴攀谈，然后那我们就回来，我们就到大陆营现场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子，然后同时我们也要做出一些适当的隔离，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有通报他的学校。OK， 那这是因为全国大陆营我们可以去这样的处理。如果去世界大陆营，你的孩子发生这种事情，然后他被赶出了大陆营的场地，那你要怎么去处理？所以你势必得要做一些筛选，宁缺毋滥，这是我诚挚的建议。这样子 ，OK， 就不管你是要负责带团的团长，跟你是要把小孩送出去的团长，都不要让带团的人那种要承担这种风险，尽可能的降低，我觉得是很重要的。OK， 那我们在年底的时候会开始进行招募说明跟招募吧，然后开始我们就会进行一个比较长期的带状计划，要求小朋友开始要做一些准备。那因为到波兰蛮远的，那所以我们这一次会想要增加多一点点的会前或是会后的旅游。那我们会觉得会前会后旅游如果包给旅行团最省事，但是这样子非常可惜。那波兰是这个欧洲相对很安全的地方，不管是治安还是物价
相对是非常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们会比较倾向要让他们做一点简单的自助旅行。那他们要在国外做自助旅行的话，就要求他们在台湾做自助旅行。那自助旅行要在台湾，像我们2023我们是做了类似2次的，一次是叫他们自己出去逛夜市，小队刚组成了之后，然后后来第2次就是叫他们在台北市拉熟这样子，给他们一些指示跟指令。OK， 但我们这一次会想要尝试的是，他们必须自己规划，在台湾也自己规划自助旅行的地点，因为我们发现上一次就是大家有在街头或是在海外在首尔活下去的能力了，但是他们没有活下去的目的，所以呢，他们很多自助旅行的行程都急就章跟太烂了这样子，所以呢，当然我们也告诉他，就是你看这就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啊，你花了钱来，然后不知道要干嘛，因为你没做准备这样。但是这样实在是有一点可惜，所以我们这一次会想要再多加强一点这个部分，这是我们自己过去的。那当然，在他做准备旅行或者是做资料整理的时候呢，他就会发现，波兰是个很有趣的地方。实际上，全世界每个地方都很有趣，就看你有多认真去认识那个地方。所以我现在要贴给大家第5个网站了，请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好，等等哦，我来分享我的画面。大家好，欢迎收听独立评论，我是节目。习惯就是看报纸，所以那天台湾，然后是在东北部的一个工业区。那它为什么会被称为台湾？也是因为它在建的时候就是离中心比较远。一开始它是一个公寮，然后后来变成那个住宅区，然后它变社区。那后来我们就继续研究，发现那个工业区它不只有一个台湾而已，而是它有4个台湾，就是就有4个台湾。好，暂停。我要给大家听的就是这一段。在波兰呢，到处都有台湾哦，到处都有台湾。就是当然这个是很有趣嘛，为什么叫台湾？他们可能觉得台湾很不错，然后来过台湾，回去取了这个名等等。然后当然从这个表象有趣的到处都有台湾引申出的就是他们的文化或是命名文化，就像那个什么到处都有奥兰多，到处都有这个全世界有好几个福尔摩沙，然后有这个哥伦比亚，然后等等，就他们的命名文化是什么，然后哪些东西他们会采用，所以在他们眼中或他们想象中台湾是个什么样的国家。OK， 我们就可能就会用这个东西去让我们的伙伴有更多对波兰的想象。然后当我们就说那波兰的特色是什么啊，你去了一定要吃冰淇淋啊，然后乳制品怎么样啊等等。 OK， 所以他就会跟波兰有更多的连结。当然去世界大陆营不只是只认识波兰这个国家的人哦，你会认识全世界的统军哦。但是在会前会后，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赋予他一些目的跟目标哦，那他会比单纯的旅游会精彩的非常多，会非常多。那我的时间快到了。好，没有太多时间限制，没关系。今天晚上都是你的，好不好？全部人都是我的，好。对，他们如果真的是太那个，会自己下线，不用担心。好，那我要再继续贴喽。我们今天就是在网络上探险哦。1、2、3、4、5、6，第六个网站来了。OK， 你说好，那你要如何去宣传这个大陆营呢，或宣传这样的国际活动呢？然后我也分享了一个这个，这是那个美国童军的网页，然后呢，他就告诉你，为什么你应该去参加，然后他的个人经历是什么？好，一样老规矩，我们先把它按成右键翻译，大家就会看到参加世界童军大会是一生一次还是改变一生呢？那当然也可以都是嘛。他就讲一下他2011年参加世界大陆营
的记忆，以及他，你看他说他并没有拍很多的照片哦，但是他印象很深刻等等。OK， 然后他回来才开始了解什么是童军活动啊，更深入的去了解什么是童军活动，然后以及这个对他的帮助这样子。OK， 所以呢，我分享这个呢，第一个是里面有很多元素可以给大家截取，第二个是当如果您的团比较小众，或是您过去比较专注于传统的童军训练，没有太多这方面的讯息的话，这样子的内容可以让你直接照抄来用，你就有现成的故事了。OK， 这是我想要表达的事情。再来是，我们快要开放尬聊的时间了，大家稍安勿躁。OK， 那但家长一定会问说，那到底去玩什么东西？世界大人到底在玩什么？你告诉我说有这么多的好处，到底去玩什么这样子 ？OK， 然后呢，请大家要看这一份文件，第7个。它有这个大露营设计活动的指南跟他们的目标，他们是怎么依据什么去设计这个大露营，希望达到什么效果，然后他们觉得哪些事情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达到这些效果，请大家就看这一页。那一样你可以按右键，这样 OK， 大概是最后一个，我最后分享最后一个。是我刚刚说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澳洲也做得很棒，我想要把澳洲也贴给大家看一下。澳洲的那个童军总会网站，你一看就知道，它绝对是外包的，它的页面超级适合手机来阅读。然后你看呢？澳洲他们也在招收这个 CMT 的人。等一下有成功分享吗？没有。好，大家有看到说，你想要加入 CMT 吗？你想要在2027当 CMT 吗？这样子。然后你看哦，他们开的更细。他说我们要那个 CMT 的2把手。然后还有搞行政的，搞财务风险的，搞健康福利的，然后搞物流的，行销传播的，然后要找 HR，CMT 里面还要搞一个 HR 主管这样子。OK，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澳洲东部，因为澳洲有好几个时区嘛，东部10月10号晚上11点59之前，所以各位伙伴，那个如果你想去澳洲的 CMT。你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准备，你可以去投看看。他们有招过外国人，他们的 CMT 有招过外国人，因为我们有伙伴因为跑去澳洲念书，然后就去申请，然后曾经去过这样子。OK， 然后你看他每一个角色，我觉得他做的很棒，是说 OK， 我如果是好人事文化主管这个好，他就有说这个职缺大概需要做些什么事情，跟我们对于他的。OKR 这比较像是 OKR 吧，就是你的关键任务跟希望你要做哪些事情，然后你要有哪些技能，这样子，然后你在组织架构里面大概长什么样子。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是用一个很所谓的童军大国或所谓的童军人口多，他们的组织化很明显、很明确啦，很明确，然后我只能这样讲。OK， 然后他们是很按照企业标准在做这件事情，按照企业标准，就是因为企业你没有赚钱，你没有竞争力，你就会倒掉。他们非营利组织虽然不见得这样就会倒掉，没有那么容易倒掉啊，因为一定是很多人是把它当做一种信仰来。但是当他们用这种标准在做事的时候，他们做出来的效果跟爆发力是很不同凡响的。OK， 你们光是想想看，我没有要批评的意思，没有要批评的意思，因为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文化跟道路。但你想想看。当总会在评选任何职务的时候 ，OK， 理事会就比较像是董事会的成员嘛。你在评选任何职务的时候，有没有先给他这个职务你要做的事情明确的
然后你需要有的技能，这样子，就像我们在104做人事招聘这样。好的，我总会离大家太遥远了，大家可以想一想，把它缩小一点。你是团长，你在聘请一位副团长或是服务员的时候，你有没有告诉他，应该要做哪些事情，然后最关键的是哪几项，然后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协助跟资源，或有什么事情要去找谁，是不是很有效率的在有规模的在找？那当然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找到真有意愿的人，你也可以找到这种我有点意愿，但我有点怕，因为我没参加过童军，我什么都不会。我相信各位一定遇过很多家长给你这种回馈，所以这样子有助于你招募服务员。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事情，就是不要把它想得太大，国家的事情可能我们涉及不到，但我们回到自己团内说，我们在招募服务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能没办法一步做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尽可能的来具体，那这样子我就可以找到合适的帮手啊，也让服务员的存活率提高，这样子。OK， 这是你看做世界大陆准备有很多其他的收获。OK， 这个是澳洲的。好的，那我想一下哦，看一下我准备的网址还有哪几个。还有哪里？OK，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应该回头一起来看看这个世界大陆营的网站，官方网站都出来了嘛？究竟我们怎么默默的来到32个人呢？有点吓人啊。好，他有讲了这个，等一下，他们去找一个外部的协会。我想要说的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赞助者跟协助单位，你点进去看一看，你会发现原来他们这一次的主题或重心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一次跟韩国跟美国很不一样，美国是请全国之力嘛，然后韩国是请政府之力，但是韩国政府后来就跳票嘛。所以波兰政府大家知道，波兰并不是个很有钱，而且也是有一个战争威胁比较大的国家嘛。所以呢，他们也担心，可能我不确定是他们自己认为，还是说这个是2023之后大家在心底的共识，就是我不能完全靠政府，我必须要靠很多的非营利组织，然后我必须要靠这种民间单位及民间之力。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这些单位，点进去看一下，就所以你对于这个活动可能会有一些期待真的是有一些期待。然后最后也宣传一下，大家有没有看到？接下来的活动就他就提2024，然后2025的木特在葡萄牙，然后接着你看有没有看到台湾下一次的下一次的这个世界罗浮大会会在台湾举行2029，请大家要努力的，各位成人领袖努力的培养优秀的形意跟罗浮，到未来台湾的2029才会有精彩的活动跟有满满的人手OK， 以上是我向大家分享，有没有漏了什么网址没贴给大家？再请跟我讲。好，那我们现在刚好9点40分，太棒了，太棒，时间抓的真是准确精彩的分享内容。好，那各位伙伴，我们这时间点呢，依照惯例，我们就先来个大合影。那请各位把镜头打开，我们大合影完之后呢，就会开放让大家可以跟王府这边好好的交流是什么？露露团长举手。对，露露举手了，好，露露迫不及待举手，我们请来露露，请说。抱歉，按错了，太开心了，谢谢，拜拜。好那各位镜头都打开了吗？就知道我们王府的魅力来，都在了吗？镜头都开好了吗？好，我这边要来快速拍了时间宝贵。来看一下，我先试一张，看一下，3、2、1，好，看看有没有，还不错，效果还不错。好，我们拍照咯，3、2、1，好 ，OK。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请帮忙按赞、订阅、分享。